江雪宁活了2世都猜不到，第一是谢微谋反为啥要摔琴。江雪宁一直都深知谢微的圣人皮囊下藏着的是一颗魔鬼的心，所以一直都很好奇这样的恶魔为何喜欢弹琴，甚至第一世谋反都是以烧琴为开端。原著中的谢微还是薛定非时，虽天资聪颖，但唯独在琴上缺了点天赋，因此在他被父亲抛弃成为平南王部下后，就苦练琴艺，以此来更好地掩盖自己的身份。所以琴对谢微而言就不单单是琴了，是母亲惨死的遗物，是镌刻薛神2家犯下罪孽的证物，是自己被迫活在黑暗中的不得已。和谢微的名字一样，代表从此时开始，他就失去了除了舅舅表弟以外的所有亲人，剩下的只有害死自己母亲，逼迫自己李代桃僵的仇人。所以第一是谢微烧琴叛乱，其实就是撕掉了自己穿了多年的伪装，他终于不用再以谢微的身份在京城搅弄风云了。而他联合表弟杀到了皇宫后，燕临之后的所作所为却大大超过了谢微的容忍范围，不仅夜探宁安宫，还在第2天衣衫不整的出来。为此谢微狠狠地打了燕临30军棍。他发现自己这个表弟在观礼之后就变得荒唐无比。第一世的谢微对江雪宁一直有一种超出他人理解的执拗，他喜欢宁儿，却又在服用5弹散产生幻境后，拒绝在梦境中与自荐枕席的江雪宁春风一度。因为他讨厌宁儿卑躬屈膝的样子，他爱的一直是那个张牙舞爪的江雪宁，所以为了保住他一命，不惜扶持沈世宗世子上位，但却因燕临的擅自行动而失败。但谢微又给了他另一条生路，但宁儿却用救命之恩换张这一命。他极度的心火中烧，但又无可奈何，终于自己这一生最珍视的东西都没了。燕临与他断义，江雪宁身死，燕家覆灭，而他仇视的也都亲手讨回了债。所以谢微再无留恋，随意的从京城里找了一个小乞丐，不论他是否能撑起这个国家，便将皇位交给了他。然后谢微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，他用宁儿自尽的那把短刀，同那300一同一起长眠。宁安如梦最狠的女人，居然是第1集就下线的她。对于第一世的江雪宁而言，她最介意的一直是自己母亲对自己的冷淡。宁儿本是江家嫡女，但因为江父后院争斗而被换了身份。江夫人孟氏对扬州瘦马出身的小妾婉娘十分厌恶，所以孟氏就抓住了她的小辫子，说她狂妄自大不敬正妻，将人贬去了庄子上。但孟氏分娩时，婉娘也发动了，2人还都生下了个女儿。婉娘为了不让亲生女儿跟着自己受苦，更是为了给她博一个好前程，就铤而走险互换了孩子。江雪宁跟着婉娘到了庄子上后，婉娘或许是良心发现，并没有虐待自己这个假女儿，反而是教她读书识字，妆容玩香。但因着庄子里条件有限，所以江雪宁还是长成了个肆意的性子，闺秀礼仪是半点不懂。直到后来婉娘病重，才一封书信将当年自己所做之事告诉了江家。但她这可不是为了弥补宁儿，而是为了杀人诛心。婉娘这么做就是为了告诉孟氏，你这么多年宠爱的其实是你最厌恶之人的女儿，而你亲生的女儿这些年也长成了你最厌恶的模样。同时婉娘直到死才说出，更是为了亲生女儿。她人之将死，即便是当年犯下的大错被发现，江家对她的惩罚最多就是进不了祖坟。不过即便没这回事，凭孟氏的脾气，她也未必能进。而自己的雪慧在京城长了多年，江家虽不算大富大贵，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作为江家嫡女，江雪慧这些年早就混了个脸熟，所以婉娘也是笃定了，江家即便是为了脸面，也不会改变自己女儿的身份。所以即便是让江雪宁回去，也影响不了江雪慧的地位。况且孟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养了江雪慧多年，感情肯定是比江雪宁这个突然冒出的亲生女儿深的。并且虽然他养了江雪宁多年，但挂念的依然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所以死前将镯子递给宁儿，让她转交给江雪慧，以此让自己女儿知道这么多年自己对她的思念。江雪慧虽然也是狸猫换太子的受害者，但却意外收获了2份母爱。而最倒霉的就是江雪宁了，亲妈厌恶，养母对她更是利用，第一世的她更是因为求而不得的母爱错了一生。